医院是一个很奇幻的地方，它布满着死亡的气息，会让人感到绝望与悲伤。但当它迎接新生命的诞生时，却又会让人感到兴奋与喜悦。而此刻，我们的男主 Vaughn 却很不幸的正在迎接自己妻子即将到来的死亡。当那令人绝望的声音响起时，他仿佛像是被一把冷冰冰的刀穿透了他的内心，狠狠地刺在了他的灵魂，痛得让他窒息。当空气再次流入他的体内时，他开始呜咽不停，接着泪流雨下，最后第一步成声。慢慢的，他开始情不自禁的回忆起了他们的往事。青梅竹马的他们，小时候常常都会用传声筒来聊天，一聊就会是一整个晚上。那传声筒它不会是一个杯，它会是2个杯。那传声筒除了2个杯之外，它还会多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中间还会多一条线，这就是传声筒。而除了传声筒以外，小时候的他们还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像是去挑战对面街的小狗，但是最后都会落荒而逃。而有时候他们会去玩玻璃珠，但是有时也会缉捕人。有时候他们会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去湖边钓鱼。但是有时钓着钓着，他们就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而他们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躺在那软绵绵的草原上，看着那蓝蓝的天空，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宁静。光阴荏苒，他们也慢慢的一起长大，从小学到中学，再到大学，最后到工作。长大后的 Vaughn 成为了一名工程师，在城市里工作，而 Junie 成为了一名护士，在家乡的医院工作。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他们俩有了距离，但是 Vaughn 还是会经常的回来看他。而就在2020年，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全世界都被 COVID-20 病毒袭击了。他们的国家西特亚国也开始了实行封国行动。那时候，所有的前线人员都各尽职守的站在这病毒的战场上，但是他们的辛酸，又有谁能懂呢？像是这位正在顶着太阳高温暴晒下的警察，他正在很努力的检查这一辆辆的车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更辛苦和心痛的是，本可以陪伴着妻子最后7天生产期，和同时可以一起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诞生的他，却因为人手不足的关系而被剥夺了假期，就这样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为人夫和为人父的美好回忆。还有像是这位年轻的医生，身为父母唯一的女儿，她
就是父母的全世界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出门时，总想着我们自己在哪里，但父母总想着我们在哪里。他的父母一直恳求着、哀求着、请求着他，叫他别去。但是折中3月，他还是忍着痛，毅然决然的去了这个与病毒抗争的战场上。而身为护士的 Rooney 却很不幸的在工作时被感染了。而每当他躺在病床上和他的家人通话时，却都会告诉他们说，不用担心自己，他自己没事的。但当一挂掉电话时，还会情不自禁的痛哭流泪，因为一天天的看着身边的病友一个又一个的离去，这对于死亡的恐惧早已腐蚀了他的心灵。他害怕下一个消失的会是他自己。但即使面对这样的心理压力，他还是不想要让他的亲人担心。自古以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这就是小人物的大责任吧。当国家需要他们时，而人民的性命也需要他们时，这些前线人员只能忍着痛的不去回应亲人们的不舍和不安，然后不懈怠的努力守着自己的岗位，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。所以我觉得嘛，真正的大人物是这些在幕后默默努力的小人物才对。而在这里，我也想借此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国家的前线人员对我们的付出。Terima kasih dan谢谢，Nandri welcome。还有多一点，这个魔术呢，其实还有 Part 2。如果你很有兴趣要看下去这个 Part 2的魔术或者它的故事的话，接下来的故事如何的话，等一下请不要忘记点击，可能我会放在这边2个格的地方啦。OK， 好了，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在 Part 2见。